欢迎来到少主林的魔玩频道。今天我们来玩52 Toys 猛兽侠的全能小队神行者精英。作为之前的重涂版本，这回变成了套装的形式，2个赛车在里边，还带了配件包，盒子还是挺大的。纸品的内容特别多，收藏卡、宣传册子，还有3个说明书。另外还带了一个标贴，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贴一些细节上去。玩具拆出来的内容，全套的配件包，2个匣子也变成了9号和10号。这一兜里边有不同型号的转接头和把玩神器，另外还附带3个小人儿，小人儿也涂成了荧光绿色的版本，关节可动还是非常丰富的。52玩家自己的达雅克隆，这一回的匣体也做得特别漂亮，黑色的透明匣体，前边这里是银色的涂装面，标注了9号和10号，可以用不同的方向去搭载这些匣子，一个一个拼插起来摆成一个匣子墙，也是这个系列的一大收藏卖点。然后我们开盖，哇，这个涂装的感觉还是很酷的，而且是这种曲面斜着的一个设计感。我们先把它俩变成赛车的样式。从这个地方抠开，顺着对折，在下方这里有一个插销，顺着这儿顶一下，就可以把前方的这个头锁上。侧面的这2块180度翻折下来，白色零件的根部有插扣，打开，让出来，然后旋转90度，后方这里左右拆开。Z 字拉伸，中间的这一片双段关节折过来，然后把这里顺着斜45度的方向折叠，前轮这里折叠上来，顺着根部的插槽固定，然后顺着根部这里的45度旋转扭正。这半拉的变形，我们把这一块让过来，接着在这个缝隙里边有一插扣，打开它。整个的往出掰，顺着侧面这里的斜45度再进行旋转。这个时候拧过来，把它对正，然后再从这儿45度转过来。后方这里把尾翼拧开，这只手白色的零件旋转180度，这一块往后放，把手指让开，然后指头摆成这样的造型。整个连同根部的灰色再往上翘，顺着这一块的一个 Z 字折叠，侧面这里有卡扣，结合锁一下，中间这里所有的插扣对在一起，这儿90度翻上来，调整一下，对合，头部从中间这里翘起来，然后往后顶，放到凹槽里。那这辆赛车的基本形态就有了。哇，这个涂装的条纹会非常的好看啊，而且换成了这种荧光绿的涂装以后，有一种小时候玩4驱车装龙头凤尾的感觉。哇，装上以后，这辆 F1 的方程式赛车看起来就更酷了。随便掏一个小人儿，还可以把它放到这个驾驶室里面。哇，蓝色的这一款变形是菱形对开式的，中间这里有很多的插扣。连接在一起的地方，我们把它拆松。中间的这一块可以先把它放下来，稍微的折叠翘一下。侧面这一块的变形可能第一次的时候会有一点绕啊，我们把这一块整个的拆出来，下方这里拉松，然后顺着这儿根部是一个伸缩的滑槽，拉长它180度翻转过来，再缩回去，有插扣把这里固定。顺着这一块打开小的三角区域。这一块的小尖儿露出来，稍微掰一下，接着我们把它旋转个180度，放成这个样子。顺着下方的关节找拼图线，把它拼齐了就行。然后从根部这里旋转过来，这块中间的关节轴是最让人绕迷糊的地方啊，因为旋转的内容有很多。首先把这一块斜切45度角，你只要碰到斜切45度转一下就行了。然后调整黑色的部分多维度的旋转轴，最终达成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侧面有一个小的洞，用这一块灰色的钩子把它勾进去。所以呢，就需要来回的调整了。关键在这个边缘还有一个凸起的位置，而且这个轴吧，它是个赛钢轴，就转起来可紧了，嘎吱声。这个可能也是让玩家们觉得头疼的地方啊，听起来的噪音会难受，但也是为了这个玩具的零件强度嘛。
我们把它转横过来，然后再拧动根部的这一块。好，往里折叠，这一块的轴根部还有一个活动的范围，把它斜着转过来，往里插，哎，让这个钩子挂住，现在就锁上了。刚才翻出来的三角区域呢，刚刚好挡在这一块轴的位置。脑袋通过这个双关节翻起来，然后把这一块再转正，结合。头顶透明零件的部分把它打开，翘起来，通过根部的双关节往前让一下。三轮的摩托车造型来说还是比较科幻的，挺抽象的一个感觉啊。好的，这个赛车升级完成，就变成了一个摩托车。小人驾驶的时候放在这个舱门里边，后方的这个车座着是放一个大一点的人偶，变成了一个大机器人骑的摩托车载具。那么好，两个匣子延展开，变成了两个非常酷的载具造型。当然，它中间的这些所有的接口都是可以来回的插拔，并且有这么多的替换接头，你可以把它当成积木或者当成大亚克隆的玩法，随意的拼装改变出来各种载具的形态。而这一套的官方设定玩法自然还是合体成机器人了。其实主要是变形这一块啊，这个变形的时候看起来也是容易转乱的，轴比较多。其实呢，就是照着图里来就行，把这儿翻折一下，黑色的面冲前，然后顺着这个角度再往下旋转，让它的肩膀露出来。侧面这一块整个的拉下来，打开这一块的插扣，接着下方的这个45度再次旋转，把这个轴扣起来，下方有一个转盘，我们把它拧出来，同时根部的轴再往下挪一挪。下方这一块旋转翻上来，顺着轮胎内侧抠起来这3个指头的小爪子，尾部旋转180度，然后往内对折，窝过来。这里边是连接的插孔，头给它缩进去，下方这里的扣子打开，顺着这一块斜45度旋转过来。然后侧面的这2块卡扣打松，翻折下方这一块合体连接扣子翻出的时候，挪到这个凹槽的缝隙这儿，好，就可以把这个桩子顺着里边一点点的拨出来。它专门预留了一个棍子的伸出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再把它拧回去，对折过来，双段关节根部的插扣结合。后方腿部的这一块整个的旋转过来，往上折叠90度。顺着根部的关节往侧面掰，接着旋转根部的这一块，把它放下来，等于是裆部的这一块夹合了一下，这里边的 Z 字关节打开拉长，顺着这一块再进行一下旋转，翻到下方，脚丫子掰起来，这块尾翼叠上去，团好之后变成这么一个样式，上下插孔结合，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长臂机器人。看起来的造型还是非常抽象的，说实话我并不太喜欢这个样式。当然更帅的卖点还是把它上下2个换一下个，组起来就更漂亮了。我们把下半身拆出来，翻转180度，侧面的这一块抬起来，这一块灰色的小零件往后翻折，稍微的跟这儿耷拉一下，脑袋顺着这个凹槽里边把它推出来，胳膊这里就旋转下来，摆一摆角度，把这一块拉过来，尾翼的部分让过手指的空间，直接往后摆，拳头手掌摆好。其实这一块也是一个上半身升体啊，它变成上半个会更帅气一些。后边这里刚才我们的连接关节不要忘了把它打开，斜着方向把扣子翻进去，这个时候掏出来还有2个加固加粗的零件，我们顺着这个洞给它插进去。仔细看每一个零件上面其实都有标注左右的，然后往回收纳，同时的结合这边的2个插槽，这2个加固零件插上去，第一个多了2个支撑以后，身体显得会更加的丰满一些，而且多出来的零件的插孔可以任意的搭载。第二个也是最关键的原因，肩膀这一块的三角区域就不会回落了。原先这个地方只有1个插头啊，上半身我们现在就处理好了。这边的上半身变双腿呢，把手指头先折起来，
然后这块的脚尖窝出来，顺着后方这里有一个双段关节，拉出脚后跟。没错，这玩意儿还是个高跟鞋嘞。顺着这一块再旋转180度，把涂装面放成一起。胳膊肘变成膝关节，我们需要把这个零件转横180度，但是在这之前，先要把这一块拧开，让出来挡边的位置，把它180度转到这边来，再放平。哇，这个声音嘎吱嘎吱的。肩膀变胯，把这里旋转过来，顺着这45度再拉平，放好，然后把这块关节拖过来，好，摆成2条大长腿。前边这里拉起来，旋转180度，把这个尖儿翻上来，给它扣开。上下半身再结合固定，我们就合体成了第2个形态的大长腿机器人。这个的身材比例看着就比刚才的那个更好了一些啊。然后咱们再把配件包全部给它装上，全部把配件搭载上去以后，样子更加的张力强了。剩下的零件还可以组成一把大型的步枪，跟上握在手上，插在洞里边的这个紧实程度还是不错的。背后来看，增加了更多的尾翼和喷气口。动力性能也是更加的强劲，原先细长的2条腿侧面也增加了一片装甲，不过聊胜于无。双手能握持这个大步枪的样子还是挺帅的。再通过零件的各种互动拼插，它还可以摆出完美的 G 形态以及非常漂亮的8字脚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次玩 Toys 的套装全能小队重涂版本做的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